前世死于变异沙暴第3年，被我掏心掏肺对待的闺蜜林薇薇和凤凰男前男友张浩，为了半瓶矿泉水，把我推给了丧尸群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毕业慈善拍卖会现场，台上正拍卖终极大奖，一辆顶配越野车，而压轴废品是个落满灰尘的青铜时空胶囊，没人愿意出价。林薇薇眼馋越野车，拉着张浩假意跟我商量，说我一个女生开越野车浪费，不如换她中的安慰奖10箱泡面。张浩还承诺以后养我，前世我傻乎乎答应，结果末日降临后，越野车油耗惊人，泡面吃完就饿死。而这枚时空胶囊是前世被大佬天价争抢的末日秘药。看着两人贪婪的眼神，我直接举牌喊价，我出5000要时空胶囊，全场哄笑。张浩嘲讽我脑子进水，林薇薇更是假装惋惜，实则窃喜。我冷笑收下胶囊，转身就联系了房产中介商，用低于市场价30%的价格卖掉了父母留下的学区房。前世这房子在沙暴中被埋，分文不值。挂电话时，我瞥见林薇薇和张浩正偷偷复制我的车钥匙，他们以为占了便宜，却不知道这一世我要让他们为前世的背叛付出血的代价。卖房款到账800万，我没有像前世一样存银行，而是立刻行动。先下载10个网贷 APP， 凭借前世记忆精准避开陷阱，贷出2000万，再联系所有奢侈品回收店，把妈妈留下的珠宝、我的名牌包全部变现，又得1000万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想起3天后会有一场冷门体育彩票，1等奖奖金1.8亿，我砸光所有现金买了50注。与此同时，我租下3个郊区仓库，雇了20个临时工，疯狂采购10万桶矿泉水、5万箱压缩饼干、自热火锅、罐头塞满仓库。药品方面，消炎药、抗生素、破伤风疫苗，甚至手术器械，我每种都买了100份。女性用品、保暖衣物、太阳能充电器，只要是末世能用的，我来者不拒。3天后，彩票开奖，我中了1等奖，扣税后到手1.4亿，加上之前的资金，总资产突破5亿。当我带着最后一批物资回到仓库时，林薇薇突然发来微信，假装关心我最近是不是遇到困难，还说愿意把越野车借我开。我看着信息，嘴角勾起冷笑。他大概是听说我变卖资产，以为我走投无路了。我没有理会林薇薇的假意关心，而是直奔郊区的改装厂。我花重金请来了退役的军工工程师，要求把我那辆不起眼的国产露营车改造成末日堡垒，外壳用航空级合金，车窗换成防弹玻璃，外面加装带电防护网，轮胎是军用防爆胎，还加了防滑链和雪地履带双模式。车内安装自循环净水系统、太阳能发电板，还有独立的通风系统，防止丧尸病毒入侵。改造期间，我试着触碰那枚青铜时空胶囊，突然叮的一声响起，绑定移动堡垒，当前空间100立方米，完成首次改造可解锁无限空间。我大喜过望，原来这胶囊是空间钥匙。工程师们看着我疯狂的改造要求，虽然疑惑，但在重金诱惑下，还是加班加点赶工。7天后，露营车改造完成，外观依旧低调，内里却固若金汤。我把所有物资全部存入储备仓，系统提示响起，无限空间解锁，可存放非生命物体，自带保鲜功能。我坐进驾驶座，感受着空调吹出的冷风，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对抗末日的资本。改造完成的第2天，天空突然变得昏暗，狂风呼啸，黄沙漫天，变异沙尘暴来了，比前世提前了3天。我打开车内的气象雷达，显示风速已经达到12级，空气中还有未知病毒。国家发布紧急预警，禁止所有人外出，但已经晚了。我通过车窗看向外面，街道上的人开始出现异变，皮肤溃烂，眼神空洞，疯狂地攻击身边的人。丧尸出现了。前世我就是在这样的混乱中被林薇薇和张浩抛弃，最后死于丧尸之口。而现在我坐在温暖安全的堡垒里，看着外面的人间地狱，内心毫无波澜。我打开储备仓，拿出一份自热火锅，一边吃一边观察情况。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林薇薇打来的，她的声音带着哭腔：倩倩，我好害怕，外面全是怪物，我的越野车被沙子埋了，你能不能来救我？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挂断林薇薇的电话后，我通过车内的监控设备看到了她和张浩的惨状。他们的越野车陷在黄沙里，车门被丧尸围攻。张浩试图开车冲出去，结果轮胎爆了，两人只能躲在车里瑟瑟发抖。林薇薇又发来微信，说愿意把越野车送给我，只要我救她，还说以前是她对不起我，求我原谅。我看着她虚伪的文字，直接把她拉黑。这时系统提示响起，宿主成功拒绝背叛者求助，解锁生物探测功能，可探测半径1公里内的丧尸和幸存者。我打开探测功能，屏幕上显示周围有50多只丧尸，还有2个幸存者，正是林薇薇和张浩。我发动车子，缓缓驶向他们的方向，不是为了救他们，而是为了让他们亲眼看到我现在的生活有多好。当我的露营车停在他们面前时，林薇薇和张浩眼睛都直了，他们看着我车窗上的防弹玻璃，还有车内温暖的灯光，脸上充满了嫉妒和悔恨。我冲他们挥了挥手，
然后一脚油门绝尘而去，留下他们在丧尸的嘶吼声中绝望。我开车向郊区的山区驶去，那里地形复杂，相对安全。行驶到半路，突然有3辆越野车拦住了我的去路，车上下来10几个手持钢管和砍刀的暴徒。他们看到我的露营车，眼神里充满了贪婪。为首的光头男喊道：“小妞，把车交出来，再把身上的物资都拿出来，饶你不死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没有说话，直接按下了车内的防御按钮。瞬间，车外的防护网通上了高压电。光头男身边的一个暴徒试图爬上我的车，结果刚碰到防护网就被电成了焦炭。其他暴徒吓得后退了几步。光头男见状，恼羞成怒，下令让手下用砍刀砍车，但他们的砍刀在航空级合金面前根本毫无作用，反而震得他们虎口发麻。我发动车子，直接冲向他们的越野车，将其中一辆撞翻在地。暴徒们见状，吓得纷纷逃窜。我没有追击，而是继续向山区驶去。这时，系统提示响起，宿主成功击退暴徒，解锁武器库功能，可兑换各类现实项武器。解锁武器库后，我打开系统面板，里面有手枪、步枪、机枪、火箭筒、弩箭等各类现实项武器，还有防弹衣、头盔、夜视仪等防护装备。我用之前囤积的物资积分兑换了2把 AK-47、1把狙击枪、20个弹夹、1套重型防弹衣和3把军用弩。我把武器放进储备仓，心里更加踏实了。行驶到山区后，我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，把车停了进去。山洞里很干燥，也很安全。我决定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。我打开车内的卫星电视，查看最新的消息，发现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沙暴和丧尸占领，幸存者寥寥无几。这时，系统提示响起，宿主找到安全据点，解锁基地建设功能，可升级山洞防御。我立刻开始升级山洞，在洞口安装了电网、红外感应报警和监控设备，还设置了陷阱，确保不会有丧尸或暴徒闯入。休整了3天后，我准备外出搜集一些物资，顺便探查一下周围的情况。刚走出山洞，就发现远处有一辆车向我驶来，是林微微和张浩，他们竟然也活了下来，还找到了这里。林微微看到我，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倩倩，没想到吧，我也重生了。我心里一惊，难道他也带着前世的记忆回来了？前世我知道你手里有时空胶囊，这一世我本来想抢过来，结果被你捷足先登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和城里的黑帮合作了，他们会帮我抢回胶囊，到时候你就等着死吧。就凭你，还有那些黑帮，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是吗？那我们走着瞧。说完，他和张浩开车离开了。我回到山洞，心里有些凝重，没想到林微微也重生了，这无疑给我增加了很多麻烦。林微微离开后，我加强了山洞的防御，同时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。第2天，系统的生物探测功能突然报警，显示半径1公里内出现了未知生物。我立刻拿起狙击枪，来到山洞顶部的观察点。只见远处的沙漠里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沙虫，它的身体有10几米长，嘴巴里布满了锋利的牙齿，是受沙暴和病毒影响变异的本土沙虫，正在疯狂地吞噬着丧尸。我心里一惊，这是前世后期才出现的变异生物，没想到这一世提前遇到了，看来情况比前世更严峻。沙虫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存在，朝着山洞的方向冲了过来。我立刻回到车内，发动车子，准备迎战。系统提示响起，宿主遭遇变异沙虫，解锁激光防御功能，军用激光切割技术改良，可发射激光攻击目标。我打开激光防御，对准沙虫的头部，一道刺眼的激光射了出去，沙虫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击穿了一个大洞，倒在地上不动了。解决掉沙虫后，我刚想休息一下，系统的探测功能又报警了，这次是大量的人类幸存者，还有武器装备。林微微带着黑帮来了。黑帮的车队有10几辆车，上面装满了人，还有霰弹枪、钢管等武器。林微微站在最前面，喊道：“倩倩，把时空胶囊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”我冷笑一声，发动车子冲了出去。黑帮的人立刻开枪，子弹打在我的堡垒上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却根本无法穿透。我打开车内的机枪，对准黑帮的车队扫射，瞬间有几辆车子被打爆。林微微见状，恼羞成怒，下令让手下用自制炸药包攻击。我立刻启动防御护盾，炸药包在护盾外炸开，护盾只是微微晃动了一下。我趁机冲过去，将黑帮的车队冲散，然后逐一击破。经过一番激战，黑帮的人死伤惨重，林微微和张浩趁乱逃跑了。击退黑帮后，系统提示响起，宿主成功击败大规模敌人，解锁时光回溯功能，可回溯10分钟内的时间，每天限用1次。我大喜过望，这个功能太实用了，在关键时刻可以救我一命。我来到物资储备空间，开始整理物资，发现储备仓里的物资还很充足，足够我使用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从储存室中拿出许多物资，做了个麻辣火锅。吃完饭后，我在浴室的大浴缸里泡了个舒服的澡，随后躺在柔软的大床上沉沉睡去。
第二天，我在我的物资储备室不断地进行着军事训练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通过房车的雷达监控系统发现，林薇薇和张浩并没有跑远，而是躲在不远处的山谷里，似乎在密谋着什么。我决定主动出击，彻底解决他们。我驾驶着房车，悄悄向山谷驶去。林薇薇和张浩正在和几个残余的黑帮成员商量，准备晚上偷袭我的山洞。我没有给他们机会，直接发动攻击，机枪扫射，将几个黑帮成员当场击毙。林薇薇和张浩吓得魂飞魄散，试图逃跑。我立刻启动时光回溯，回到他们逃跑前的瞬间，然后开车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张浩拿起砍刀冲向我的车子，结果被防护网电成了焦炭。林薇薇看着张浩的尸体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她跪在地上：“倩倩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们以前可是最好的闺蜜，做什么都形影不离。”我看着她虚伪的嘴脸，想起了前世的痛苦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机枪的扳机，结束了她的生命。解决掉林薇薇和张浩后，我返回我的豪华房车，系统提示响起：宿主成功复仇，解锁全球定位功能，可查看全国范围内的幸存者基地和物资点。